大家好，又到了每周的全球军事资讯时间了。大兵总结了一下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俄军模拟对乌核打击，美军计划重返苏比克湾， B-21战略轰炸机面世。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就在近期呢，乌军在前线战场上是接连发现不携带核弹头的 KH-55巡航导弹弹体，不得不说，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了。因此，网上有人传称这是俄军在进行模拟核攻击，也有人传称是俄军最后的警告。那么，到底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呢？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想弄清缘由，大家呢要了解 KH-55巡航导弹。该导弹呢是苏联时期由彩虹设计局在1968年开始研发的一款远程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最早在1978年首射。1981年定型量产，并在1983年起正式装备苏联部队。虽然当时苏联高层一开始并未认可巡航导弹的理念，但是在1970年代，美国推出 AGM-86巡航导弹计划后，直接对苏联高层产生了巨大冲击。不久，苏联便将 KH-55导弹列为了重点研发项目。由于 KH-55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极为相似，所以该导弹又被戏称为战斧司机。导弹数据方面呢 ，KH-55弹长6米，翼展3米，弹体全重1.5吨，巡航速度约为940公里每小时，极限射程可以达2500公里。采用了惯性制导搭地形匹配的复合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原概率误差在150米，能够由图95和图160战略轰炸机挂载发射。重要的是 ，KH-55的战斗部是一枚2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注意了，是核弹头。而且 KH-55没有常规弹药弹头，只有核弹头。那么这次俄乌战争中，乌军接连在战场上发现没有战斗部的 KH-55巡航导弹弹体，又是什么情况呢？目前网上大多数观点认为，这是俄军在进行模拟核攻击，在为之后真正对乌进行核打击做实战演练。该观点呢也是有依据的。比如，在1945年，美军对日本广岛进行核攻击前，就曾经进行过模拟攻击。期间驾驶 B-29轰炸机，挂载和小男孩体积、重量一样的特制炸弹，使用投掷核弹的战术和脱离方式对日本进行了模拟核攻击。这是由于对广岛的核攻击期间呢是采用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投掷核弹的，再加上核弹的投弹脱离与常规轰炸有很大不同，因此便需要提前模拟攻击，以此让轰炸机组熟悉核攻击的具体流程。不过有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就是现今的巡航导弹一般呢只需要输入打击目标的具体参数，之后按下发射按钮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再进行模拟核攻击了。因此，另一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最后警告，即再不听警告，就真的上核弹头了。但是这种说法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射无核弹的 KH-55的前后，俄罗斯都未发表任何声明。如果不是乌克兰向外公布该消息，外界就根本无从得知，这很显然不符合警告的常规操作。所以，俄军这些操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要大兵说最大可能就是将 KH-55废物利用，用无核弹的 KH-55来作为常规导弹打掩护。毕竟，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概率太小了，使用核武后的代价也不是俄罗斯能够承受的。再加上此前克里米亚大桥遭到攻击时，俄军都没有使用核武器，那已经是动用核武的最好理由了。因此，俄军未来应该也不会使用核武。至于大兵为何说是为了打掩护呢？主要是因为 KH-55早在40年前就开始服役了，目前都已经非常老旧了，缺乏必要的维护保养，大多数是处于报废状态。但是俄罗斯真的要销毁的话，又需要一大笔资金。对于现今穷得叮当响的俄罗斯来说，已经无力承担这笔高昂的费用，因此何不废物利用，让 KH-55发挥仅有的一点作用？所以俄军便拆除了 KH-55的核弹头，然后用相同重量的水泥弹头来配重，避免飞行途中失去平衡，偏离预定航向或者坠毁。但是这样的水泥弹真的有用吗？要知道，不装弹头的巡航导弹，即使准确的命中目标，也只能依靠导弹的飞行速度、高度所带来的动能，最多就是撞出一个大洞而已，威力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因此，用水泥弹来摧毁目标，显然不是俄军的目的。这样一来呢，为常规巡航导弹打掩护，就成了水泥弹的唯一作用。
首先 ，KH-55的尺寸和飞行轨迹与俄军的常规巡航导弹非常相似，再加上现今俄军常规的巡航导弹，比如口径、伊斯坎德尔以及 KH-555的储备数量都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再被乌军大量拦截，显然不是俄军想看到的。所以，俄军便用水泥弹来吸引乌军的注意，在消耗乌军防空导弹储备的同时，进一步为常规巡航导弹打掩护。再加上俄军 KH-55的库存还很充足，现今大概还有2000枚左右，至少能够消耗乌军数千枚防空导弹。因此，这才应该是俄军使用水泥版 KH-55的目的。不过，这也侧面证明了俄军常规导弹数量确实是不多了。就在11月28号，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的报道，驻扎在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与驻扎在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近期组建了一支联合特遣队。之后，在经过18个月的试运行后，美军将决定是否将其建制常态化。虽然这次报道并未透露出该部队的更多细节，但此前曾有一名军官表示，该部队是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地形特点而专门组建的。该官员还表示，由于该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小岛，海洋面积辽阔，因此美军的目的是打造一支既能在海上又能在陆上进行持续作战的部队。在此前的10月份，随着美国国防部陆续向外公布了新版国家战略安全与国防战略等计划文件，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部署也将进入到新一轮的调整期。自从11月初以来，美军已经数次从阿拉斯加向冲绳加手纳基地调遣了数量不明的 F-22战机。按照美军的计划，现今部署在加手纳的约50架 F-15战机将在未来2年内陆续退役，并返回美国本土。之后，美军将派遣性能更强大的战机驻扎冲绳，而该计划的第一步就是美军以轮换的方式在冲绳部署 F-22战机，目前暂定部署期限为半年。此外美国空军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数十年以来，由于加手纳基地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已经成为了美空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震慑地区内对手以及投射实力的重要据点。未来对印太地区作战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一直是美军最优先的事项。除此之外在11月22号，美军还在加手纳基地进行了一次大象漫步演练。所谓的大象漫步，其实指的是多架战机同时在跑道上集结，首尾相连的缓慢滑行后，以最短的间隔起飞。该演练能够在战时迅速提高短时间内战机的出动强度，在和平时期能够起到展示实力、震慑对手的作用。在当天，美军在该基地部署 F-22战机后，便首次进行了大规模战备演练。驻扎在冲绳的美空军第18联队宣称，这次演练主要是为了确认在突发状况下，美军有能力短时间内出动空中作战力量。根据日媒的相关统计，参加这次演练的美军战机至少有36架，除了编队最前方的2架直升机外，还包括23架 F-15、8架 F-22以及 KC-135加油机、RC-135电子侦察机等特种飞机。在此同时，驻扎在陆乌基地的美军 MQ-9 无人机也在11月21号起正式投入使用。虽然说早在2014年开始，美军便陆续在日本的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以轮换的方式部署了全球鹰无人机，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三泽和横田基地都是美军基地，所以这次在陆乌基地部署的 MQ-9 属于美军无人机首次进驻日本自卫队的基地。有日本防卫省官员向外透露，美军在陆乌基地部署大型无人侦察机，能够全年无休地监视日本西南岛屿以及周边海域。至于大兵说的苏比克湾，则是冷战时期美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之一。早在围绕第一岛链进行部署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就将目光投向了菲律宾。负责管理苏比克湾自由港的管理局主席保利诺在23号向日本共同社说道，他认为苏比克湾极有可能被纳入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范围内。苏比克湾位于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西岸，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仅100公里，现今是菲律宾重要的港湾之一。几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早在当地修建了海军基地，到了1899年，美军接管了该基地。2战之后，美军对该基地进行了大幅扩建。
冷战结束后呢，由于美菲未能就美军继续使用基地问题达成一致，因此在1992年11月24号，美国国旗在苏比克湾被降下，最后一批美军搭乘着贝洛林苑号2栖攻击舰撤出了菲律宾。在美军撤出后，菲律宾便将其设立为苏比克湾自由港，作为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目前该港已经被划分为多个区块，里面包含了制造业区、物流区、休闲旅游区、信息技术以及外包区等等。虽说菲律宾宪法禁止外国在非领土上永久驻军，也禁止外国在菲律宾建设军事基地，但是在2014年4月，美菲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后，限制已经解除，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并对菲律宾现有的军事设施进行改扩建，以及在菲存放武器弹药等等。在该协议签署之后，一共有5个基地被批准美军使用，并陆续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年11月份，菲律宾国防部向外宣布，美方已经同意拨款6650万美元，在未来2年内完成5座基地的扩建。在此同时呢，美菲双方还就新一批可供美军部署和建设的基地进行了磋商。另外，在11月20号到22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先后访问了马尼拉和巴拉望岛，再次重申对菲的安全承诺没有任何动摇，并明确表示正在寻求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看来苏比克湾离重启是不远了。就在当地时间12月2号，美国空军首次公开展示了 B-21 突袭者隐身战略轰炸机，并在诺格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帕姆代尔工厂举行了揭幕仪式。这也是时隔30多年首次亮相的全新隐身轰炸机。B-21 的制造商诺格公司和美空军都将 B-21 称为飞机技术和发展的代际跨越。诺格公司航空系统部门总监向外表示， B-21 在隐身能力、开放系统架构的使用，以及纳入全域联合指挥和控制技术以及跨平台共享数据方面的进步，将使 B-21 成为第6代系统中的第一个。至于美国空军则表示，虽然 B-21 的尺寸和有效载荷都比不上 B-2，但它依然具备搭载 GBU-57巨型钻地弹的能力，并且还能执行核打击任务。未来将携带正在开发的 B-61 核航弹和搭载核弹头的远程防区外导弹的认证。关于 B-21 所使用的技术，诺格公司向外表示， B-21 所采用的下一代隐身技术、先进的网络能力和开放系统架构，都针对高端威胁环境进行了优化，将有助于美空军在复杂任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就是说，这次诺格公司之所以将 B-21 称为世界首款第6代战机，主要是因为 B-21 使用了大量与以往机型不同的新理念、新技术，也就是技术带来的新的定位。这里说到隐身技术，美国作为最早研究、最早实践并且应用的国家，从早期的 F-117B-2 再到现今的 F-22、F-35，美国在外形设计和隐身材料等方面有着极为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沉淀，因此在 B-21 上使用更先进的隐身技术也并不奇怪。毕竟早在15年前，美国在 F-22 上就能将雷达反射截面积降到 0.01 平米，在未来的使用和实践中，对现有技术进行升级，那是必然趋势。而且 B-21 的隐身性能从效果到日常维护保养，比之上述几款战机有着质的提升。此外，该公司前总经理道格扬还表示， B-21 是一款真正的数字原生机。这项数据权利协议加上基于云的数字孪生，使得美军可以降低风险，实现快速的能力升级，并且降低整个项目的维持成本。也就是说，它能够把原来储存在地面系统中的数据迁移到云环境，进而衍生出一个数字版的孪生飞机，以支持整个 B-21 的作战、维护等运作。这样一来呢，不仅能够提高 B-21 的战备率，还能降低 B-21 的使用成本，并赋予该机快速升级的潜力，也就是所谓的开放式架构。简单来说呢， B-21 从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了未来的升级工作，只要有需要， B-21 便能在不改动机体总框架的情况下进行针对性的快速升级，以此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这种快速升级主要是基于软件链条上新的技术、能力以及武器，能通过灵活的软件升级和内部硬件的灵活性实现无缝结合。也就是说，在外表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 1.0 版本的，明天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升级后的 2.0 版本。好了，本期的军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